好，欢迎咱们所有家人来到小助理，欢迎大家，咱们是零基础学墨竹的直播间，咱们一起来学习墨竹的画法。咱们一起来学习墨竹的画法。晚上好，爹，欢迎地主老柴，晚上好，地主老柴也来了，欢迎。好，晚上好，千云，兰花，晚上好，谢谢地主老柴，谢谢你的点赞。啊，咱们很多家人呢，非常的棒啊！来到就点亮粉灯牌，就开始点赞了，辛苦了，家人们！好，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。好，欢迎咱们所有的家人来到小助理，来到直播间。小灵猫，欢迎小灵猫。好，晚上好，所有的家人们。雪狼来了，欢迎雪狼。哇，谢谢雪狼大啤酒，这步步平安，非常感谢。好，感谢咱们所有家人，感谢大家。好，欢迎大家准点来到小助理。那么咱们现在开始直播啊，给大家接着讲课。好，咱们简单看一下啊，咱们这是前天讲的吧？前天讲的。好，咱们是零基础学墨竹的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，欢迎最后一位，我的好兄弟。好，咱们家人们陆陆续续来到了小助理，欢迎瑞博。好，想学墨竹画，对，大家一起来学习墨竹的画法。好，咱们今天给大家接着来讲墨竹画法。咱们同学们还没有来齐啊，还没有到齐，咱们先给大家讲一些这个。把这个昨天的课啊，咱们先大概复习一下啊。这是咱们讲的，这个是主页的方法啊，主页的方法啊，这是前天的课程啊，这是前天的课程，咱们把它这个主页怎么来主页啊，给大家去详细的来讲。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立意，根据我们的中心思想来进行主页啊，这是不同的主页法。好，我们可以把这一支画的很茂密啊，这里是这个很稀疏的一种状态，我们也可以把这里画的梢头画的这个稀疏一点，把这里画的茂盛一点啊。这是书红，谢谢你的粉灯牌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啊，去讲究这个竹子主页的方法和技巧啊，主页的方法和技巧，这是我们依次来讲的墨竹画法和它的旋转图啊，咱们昨天给大家讲了几张旋转图。哦，对，我把它定起来了啊，家人们，我把它定起来。每一天的课稿，哎，昨天我就把课稿这样子加工了一下，还少了一张啊，我给它定起来了。以前呢没有定啊，以前呢都随机都扔掉了啊。
你看我把它定起来，标上了日期啊，这个2022年11月7号的。你看这样翻起来还挺容易找的，这一天的课稿随机就找到了，这样是不是挺好，家人们？好，后台载物，晚上好。好，这是这昨天的课稿，你看我一页一页的可以翻出来啊。咱们这个同学们，如果你记得哪一天的，想看哪一天的课稿，你告诉我啊，我随机就可以找出来。以后啊，同学们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，我把它定起来。啊，这是左页的旋转图啊，这是咱们昨天给大家讲的，这是单叶片的旋转图啊，你要学会单叶片如何旋转啊，然后旋转之后如何组合啊，这是仙人指月，一叶横舟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要一笔眼月，好，各种画法，我们旋转360度啊，然后左叶片旋转360，右叶片旋转360，那么叶片一叠加，两个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主叶。好，谢谢迪迪的礼物，非常感谢。好，家人们啊，四季平安，欢迎四季平安。好，家人们看过来，那么这种方法还是非常好的啊，家人们。好，我们这我就不到处乱扔了啊，扔到哪儿都是找不到了。你看，我们去，特别是有的同学啊，今天交的作业啊，你们一定要注意，你们交的作业很多出现了这里啊，顿笔你没有力量。我们这个顿笔是讲究从这里，好，咱们欲下先上，从这里往上走，然后顿下去，往下来啊，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，同学们。书法用笔啊，咱们书法用笔，这个就是从这边啊往上挑，然后顿下去，往这边走啊，欲下先上，欲左先右啊，同学们讲究书法用笔。红包出了，同学们填一下红包。好，家人们把红包填一下。好，非常棒的家人们啊！那么你们把红包都填一下啊，同学们把红包都填一填。好，家人们非常棒，抢红包的速度也非常快啊，眨眼之间就抢完了。好，那么咱们接着给大家讲一讲啊，讲一讲这个调风。这上面写了调风啊，调风如何来调啊？同学们，咱们如何来调风？咱们墨怎么来用，对不对？咱们怎么用笔啊？咱们都知道墨分5色，笔呢啊，同学们，咱们要用8面，同学们有多少知道笔要用8面的？8面出锋，家人们知道的打出来，我看有多少家人知道。如果都知道，咱就不讲了啊，同学们。如果都知道，咱就不讲了。咱们要8面出锋。好，这是这个叶片，你看我们往上顿，往下来，这属于长锋起笔啊，对不对？今天下午特意去8面出锋，今天下午特意去剪了2个竹枝啊，非常好啊，光明，你这个办法很好的啊，水墨丹青也来了，欢迎啊，步步平安啊。咱们很多老同学都来到了小竹林。好，支持的候鸟欢迎，吾爱欢迎，五月当空欢迎，好，紫苑之人欢迎。好，我的课程是吧？你想买课程是吧？好的，我把课件挂出来，家人们，把课件挂出来，你们去买过课件之后就去加咱们的15群啊，就去加15群，16群已经满了，咱们就加15群就好了啊，同学们。你们就加15群，买过课件的、买过笔墨纸砚的啊，都可以去加15群啊，你们都可以去加15群。好，咱们在15群、16群批改作业啊，你们把作业交上去啊，把作业交上去，我为大家来批改。好，课件已经挂出来了啊，同学们，课件已经挂出来了。红太狼，哇，红太狼，你的名字啊！有练习的方法吧？当然有的啊。好，这是我们叶片怎么来练习啊？这个都有方法的。好，中长跟稍短啊，这是布叶法啊。好，昨天还漏了一张啊，掉在地上，我没有看到这一张，忘记了把它加进去了啊。这一张等于说下课了，我再把它钉上去啊。再把它钉上去，
这一张咱们也没有往这个群里发啊。好，挂出来了，课件挂出来了，你们可以去想买的话可以去买了啊。好，咱们接下来给大家来上课啊。好，看过来，咱们书画同源啊，书画同源。那么我们画的每一片叶啊，每一片叶它和书法都是紧密相连的啊，家人们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画的叶片藏锋起笔，好，同学们看过来。那么我们在画这个枝条加上叶片的时候，那么你首先应该明白你的这个行笔的方法、运笔的方法，同学们看过来。好，我们这叫顿笔啊，顿笔、行笔，然后回锋。这个枝条也是这样，用了书法用笔。那么我们在画这个叶片的时候，同学们看过来。好，这个枝条分。这个小枝它依然是采用的什么啊？依然是采用的35到45度啊，这个夹角，同学们一定要明白。好，那么我们往这里，同学们看啊，我们打算往这里画这个翻枝叶片，我从这里走，好，运笔，好，压下来，藏锋起笔。看清楚没有，家人们？这叫漏锋，这叫藏，这叫漏啊，家人们，这是行笔，这是我们笔法啊，同学们要有藏有漏。好，我给大家写出来啊，同学们，我给大家写出来，咱们笔法的运用，你们只知道来画啊，那么我们是要讲究笔法的，一个藏，一个漏。好，一个藏锋，一个漏锋。好，同学们一定要理解清楚啊，一定要理解清楚。那么你这边不藏的话，它就没有力度；你这边不漏的话啊，它就没有锋芒啊。咱们古人讲啊，这个芥子园里曾经说啊，有一句话打得非常好，就是说你把这个叶片画一半啊，就不画了，就好像刀截了一般啊，这种是不足取的啊，这是不足取的，家人们一定要明白啊，藏锋漏锋，要明白我们是书法用笔。好，那么我们知道了藏锋和漏锋。好，那么我们在画枝条的时候，同学们看啊，好，看清楚我的笔法啊，同学们。那么我的这个是往这边去推，你看到没有？我是往这边去推，不管往上推还是往左推啊，还是往右推，那么它推的这个过程，笔尖在前，笔尖在前，好，笔肚在后啊，这个就叫逆锋啊，同学们，这个就叫逆锋。好，这个叫逆锋，同学们一定要了解清楚。我们去画的时候，你怎么去画出力量感？我们的枝条和叶片，你怎么去表现出来？那么家人们，那么这个叫逆锋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这上边，好，叶片一压顿笔走，同学们看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顺着这个笔锋，我们就出来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顺锋啊！同学们一定要明白啊，我们要八面出锋啊，家人们一定要懂。这个叫顺锋。
好，我们有藏锋，有漏锋，有逆锋，有顺锋啊，一定要了解清楚。你看，这是藏，这是漏啊，这是逆锋用笔，这是我们画这个叶片的时候，我们就顺锋。你这个笔尖啊在前，特别是我们去画这个竹竿的时候啊，同学们，你们应该明白，我们去画竹竿的时候，我不分墨色啊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那么我笔肚在后，在前，笔尖在后啊。笔尖在后，那么这个时候我在画的时候，同学们看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拖着走啊，这就顺锋行笔，看明白了吗，家人们？那么我们这样画的时候，这个线条就比较的刚劲，比较浑圆，它就比较有力量啊，家人们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书法用笔要用到我们书画里边啊，它是书画同源的，你要结合藏锋、漏锋、逆锋。好，同学们，这些必须要了解，你才能画出来一幅好的作品出来啊，同学们。咋停留也不晕墨啊，不晕墨。我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好不好，同学们？你看咱们有什么问题，你们就提出来，我来给你们解答啊，同学们。好，你们不会晕墨的家人们。粉丝码点一点，好不好？我来给大家解答。好，家人们，那么你们墨色不晕，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啊，同学们，咱们古人称它为什么？称它为一笔墨。家人们，好，谢谢大家点亮粉丝码。好，家人们看过来，那么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，就一笔墨。那么一笔墨我们是怎么来用的？同学们看过来，我在这里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一笔墨的运用。我们这上面是浓墨，你在这里刷一下啊，刷一下，刷干净啊，把它刷干净。好，我是3道工序来刷这个毛笔，刷的很净啊。刷干净之后，这里是清水，清水。同学们，你们凡事情一定要了解、要理解啊，去这个画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这个毛笔上边带的都是清水，这个时候我们在笔尖蘸墨汁啊，同学们，记着把笔尖蘸墨打在公屏上，家人们。笔尖蘸墨汁，我是全程给大家讲干货知识点的，带领大家，你有什么问题提出来，我来给你解答。咱们全程带领大家学会墨竹画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有在直播间里啊，就没有多长时间啊，就学会的啊，家人们看过来。好，我在笔尖蘸一下墨，那么笔尖蘸墨的多少，你自己来决定。你这一笔，同学们，你再来画的时候，你来试一下啊，你再来画的时候，找一下感觉。同学们，你想不让它晕就不可能，家人们看到没有？你想不让它晕就不可能。为什么我们能画出这么丰满的叶片出来啊？对，笔尖蘸墨，一定要记着，这是一笔墨。好，我们这样笔肚上它有水，你往下垂的时候，笔肚往下垂的时候，那么它的水它就往下流啊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它就往下流，它冲到这个墨上，那么它墨就不会干涩，家人们啊，明白了吗，家人们？它墨就不会干涩，它不会干涩，那么你画出来的这个叶片它就非常的清脆。我们为什么古人讲画叶片要墨蘸饱？家人们一定要把这个墨蘸饱啊，要把它蘸到饱和的状态。好，同学们一定要把墨蘸饱，蘸饱了之后，你画出的叶片它才会丰满啊，它才会有力量。好，这是给大家这个一个小插曲啊，同学们，你们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啊，家人们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，咱们接着来讲这个八面出锋啊，家人们。那么咱知道了藏锋、漏锋、逆锋、顺锋啊，家人们，那么还有什么？我们还有中锋行笔
好，中锋行笔。那么我们中锋行笔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中锋行笔呢？家人们，咱们的叶片就是中锋行笔，它才能画成这种浑圆的一种状态出来，它才会饱满。我们的竹竿画的时候也是中锋行笔啊，也是中锋行笔。那么我们中锋行笔是怎么走的啊？家人们看过来，中锋行笔，咱们的毛笔呢，它的形状是这样的。它形状是这样的，那你把这个尾尖啊，它总宽度是这个啊，是这个宽度，那么你把这个中间这个尖尖啊，这个笔锋啊，我们丢在后边，丢在这两个总宽度的正中间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你这样拖着走，或者是这样走，我们中锋行笔一般是如果不采用这种顺锋的话，我们一般都是这种调的非常正的，同学们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就是正对着垂直90度来行笔，这就是中锋。好，那么我们知道了中锋，它画出来浑圆这种非常厚实的这种叶片出来，那么我们八面出锋还有什么，家人们？侧锋。好，家人们，还有侧锋。好，咱们一定要了解，我们侧锋什么时间会用到？家人们，侧锋我们特别画这种翻针叶片的时候，我们会采用侧锋。你压下去啊，家人们，压下去，看过来啊，咱们把这里往这边去侧的话，好，压下去，看清楚啊，家人们。好，我是侧锋行笔。何为侧？家人们，何为侧？把笔放倒，它就是侧。笔放倒，好，中锋行笔是90度啊，是90度。那么我们侧锋呢？你把笔放倒，侧面，这就是侧锋，这就是我们用侧锋。好，那么我们侧锋来画这个叶片的时候，我们一般是采用侧转中啊，侧转中，你才能把它收到浑圆啊，把这个方再收为圆。这个过程，从这里的这个过程啊，同学们，那么它这边是侧，到这边呢，它就调成中锋行笔啊，家人们一定要记着这一点啊，同学们一定要记着。好，我给大家示范啊，咱们压下来，笔侧面放平，好，慢慢的斜啊，把它抽过来。看到了没，家人们？我们是慢慢的把这个毛笔扶正，慢慢的扶正，由侧你去这种侧形的啊，慢慢的去扶正，好，它转正之后，那么它就变成中锋了。好多家人应该是不理解这个侧转中啊，不理解这个侧转中。好，同学们，那么同学们理解的打个理解啊。不理解了，我给大家讲清楚啊！理解的打个理解，不理解的我给大家讲清楚。好，我看有多少家人理解，好，非常棒，滴滴是理解啊，很多家人理解的，非常棒啊！好，大家都理解。那么我们八面出锋还有什么锋？还有锯锋。好，锯锋。那么何为锯锋呢，家人们？锯锋就是说，我们把这个毛笔啊，我们把毛笔笔尖啊刮得非常的这个尖啊，它成一个圆锥状。
成一个圆锥状，那么这就叫聚峰，家人们。那么你画的时候，它这个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？那么它就是笔尖啊聚拢起来来画来作画。那么我们用聚峰，你可以画非常流畅的线条啊，你画枝条也可以啊，他们用聚峰，看到没有啊？这就是聚峰。越听越迷惑，啊，讲的有点难了是吧？好，咱们讲简单的，啊，同学们。好，咱们不讲这些难的，同学们是不是都听不懂？家人们听不懂，你们就打出来，听不懂就打不出来啊。等练一段时间再给大家讲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先把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。子渊啊，谢谢子渊。最后的给大家提一下啊，最后给大家提一下啊，有同学听不懂是吧？必须能听懂啊，听得懂，圆圆能听懂，有很多家人都能听懂了啊，子渊真人能听得懂。好，咱们写过书法的人应该都可以听懂啊，写过书法的人都可以听懂啊。好，8种讲完，好的。那么咱们明白啊，这个聚峰，一个是聚，那么就有散啊，对不对？就有散峰。好，我把散峰给大家讲一下啊。好，把散峰给大家讲一下。那么这个散峰，一个是聚在一起，那么另外是一个散。那么这个散呢，同学们啊，大家应该很理解。我们把这个毛笔啊，把它笔尖散开，同学们看，哎，这个笔尖它不是聚在一起的。刚才你们不理解那个聚是什么意思，现在我把笔尖散开，你们应该都理解了。同学们看，那么散开之后呢，它出现了什么呢？我们的笔尖出现了这样，看到没有？如果咱们家人画过宫北画，你们就会知道啊，我们这个是丝毛，对不对？你画小鸟，对不对？你要用丝毛法，对不对？你要画老虎啊，你不可能有的说，哎呀，这要画多少笔呀？一笔一笔去画，那样画很多，画它的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用的丝毛法，用的散峰啊，家人们明白吧？你如果感觉它散的还不够，那么你把它压散，重新把它捏一下，把它捏散啊，同学们，你可以把它搞得更散，好，这样子，那么它会更散，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？这就是散峰。我这样讲，大家应该明白了吧？好，这样讲大家明白不明白，家人们？好，我们散峰的用处也很多啊，丝毛不是那个丝啊，撕开的撕啊，撕开的撕。好，谢谢亲亲，谢谢我们所有家人，谢谢阳光明媚，谢谢你们粉灯牌。好，感谢所有的家人们，探索花开，感谢大家。好，大家都听明白了，好的，非常棒啊！咱们八面出锋啊，给大家讲完了啊。好，长锋、漏锋、逆锋、顺锋、中锋、侧锋、聚锋、散锋啊，家人们啊，八面出锋。咱们在绘画过程当中就要不断的运用到我们的这个主干、主枝、叶片。对，非常对啊，也打出了非常对，丝毛。我们丝毛呢，它是丝毛笔的啊，不是说跟那个啥，不是跟这个动物丝毛的啊，一定要记着啊，这一点啊，它是有区分的啊，家人们，它是有区分的。课程买好了，在雪廊里看嘛？不是，红太狼不在那个里边看啊，咱们看的地方是在海豚之道，就在你买课件的地方看啊，买课件的地方，海豚之道里边看。好，咱们接着看过来，想给大家接着来讲。好，同学们看，老师的这个毛笔呢，一那个啥超短裙就露出来了。刚才用丝毛的话，一撕这个超短裙都露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把它蘸上水，蘸上墨啊，同学们来接着看它如何神采奕奕。
好，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毛笔我们怎么来运用啊，让它八面出风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同学们来看过来，我们现在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叶片的画法。叶片的画法，你怎么去画出它的精神啊？画出它的状态出来。看过来，那么我们首先给大家讲了啊，这一个叶片我们要讲究这个组合啊，同学们讲究组合。你学会了一个叶片360度，再把组合一学，那就可以了啊，家人们。看过来，我们怎么去组合？这叫平一，同学们打出来，平一，有很多家人已经都知道了啊，这个叫平一，打出来，平一。直二，平一直二，斜三，平一直二斜三。好，下一个是什么？家人们，飞，飞四啊，同学们，我把它标上来啊，同学们，咱们不懂不会的啊，家人们，你们看过来啊，这个叶片它这叫1、2、3、4。那么这4笔我们来画的过程当中啊，同学们，我们这个又用到了逆风行笔啊，同学们，这个就是顺风啊，这个也是顺风啊，中锋行笔，我们都是同时几个一块运用的啊，这个叫平一啊，同学们，这个叫直二，这个叫斜三。平一直二，斜三，飞四。好，平一直二，斜三，飞四，同学们打出来。平一直二，斜三，飞四。好，家人们，能看懂的打个看懂啊，能看懂的打个看懂。我们刚刚讲完笔法，你们把笔法运用到这里边，都是藏锋啊，藏锋起笔啊。所以说你藏锋起笔能够画出它的这个力量感啊，画出它的力量感。那么我们知道了平一直二，斜三，飞四。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个啊，再给大家讲一个。那么我们如果再给它加一个组合，我们怎么来加？同学们看过来，我们要再加一个组合来，同学们看，好，我加上来，同学们看啊，从下边我们画一组，平一直二，斜三，飞四。好，我们画好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毛笔刷一下啊，你们记着这个小诀窍啊，要经常刷毛笔，一定要记着经常刷毛笔。那么你的那个毛笔不会晕啊，这种感觉就马上就没有了，就被破掉了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生宣上不后藏锋是吧？我跟你讲啊，生宣上它是怎么藏锋的，家人们啊，你生宣上你不是非得就是在这里停留一会儿啊，你这个生宣上你在这边就是好，我们有这个意思就行了。你这个凌空取势啊，家人们要知道我们是凌空取势的。你比如我在画，我们从这里好，哎，有这个势就行了。你这个一点它就代表你一定藏锋了啊，家人们。那么你一顿一停，稍微停留，马上走开啊，它就一定是藏锋了。好，家人们接着啊，看过来。好，平一直二，斜三，飞四。然后同学们看过来啊，垂五，斜六，交七，
飞八。啊，这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啊，这是这样的一个组合，这是我们一个经典的组合方法，我把它标出来，家人们，你们好好的记一下啊，好好的记一下，你们不会叠页的啊，家人们，特别是不会叠页的啊，我跟你们讲了，你们这个是重人叠页法，重人加这个飞4的平4法，这个是平1啊，直2。斜3，飞4，这个是垂5，这个叫斜6，好。这个是交7，好，这个是飞8，好，同学们明白不明白？啊，这样的交叠方法啊，同学们，我把它标出来，你们学习的话会更加的容易一点啊，会更加的容易。咱们初学的时候啊，这样去学。那么我们是先有法而后无法，同学们一定要明白啊。老师在给你们讲这个，你们不要去套路啊，就是刚开始你们要这样去学啊。这个是学会之后要把它全部扔掉啊，同学们要把它全部扔掉。先有法而后无法。你要先做到有法可依，不然你不知道怎么来画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先有法而后无法，一定记着啊！咱们最后达到无法的境界，一定要达到这个无法的境界。咱们不要被所有的这种套路方法给套路了啊，同学们。好。好，咱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就可以了啊，家人们。好，接下来咱们如果在下边你继续来叠页啊，继续来叠页，那么下边依然是我们可以层层叠叠去叠加。那么你往下呢，叶片往下，往上画是飞，往下它也是飞吗？当然了，它属于飞页啊，它这个属于飞页。我这个不能再往这边飞啊！你再往这边飞的话，它和它就平行了，家人们，它也是飞的一种。好，咱们家人明白了。那么我们这个是平1，直2，斜3，飞4，垂5，斜6，交7，飞8。那么它是一种重人的叠页法。咱们重人叠页法分几种？同学们看过来。好，一种，这一个人，那么我在这里去交叠，好，这又一个人啊，家人们，这两个人交叠在一起，这是一种交叠法。那么我们还有另外的一种是这种。好，这是另外的一种重人交叠法。好，同学们看，那么这是两种重人的交叠。咱们这里呢，就是用的这种啊，这种重人法。好，同学们理解了，打个理解，家人们，为大家讲的更细致一点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那么咱们每一笔去交叠啊，每一笔你们去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，我们是先有法而后无法。啊，这个是1、2、3、4，啊，这个1，这个2，这个3，这个4。那么你在画的过程当中啊，这一个叶片和这个叶片要有所区分啊，家人们要有所区分。那么它的区分啊，我们讲得好是吧？谢谢啊，谢谢大家。你们这个啊，云峥。呵呵云蒸霞微啊，谢谢大家啊，宁静致远，好，非常感谢大家啊，四季常青啊，理解理解，还有光明啊，用户啊，6590，好，咱们家人们喜欢老师讲课的，把粉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
把粉灯牌点亮一下，咱们点亮粉灯牌啊，这个去加咱们实务群啊。所以家人们，你们可以把作业交到里边，我跟踪指导，好不好，家人们啊？作业交到里边，我跟踪指导。你们买了课件啊，我跟踪指导。然后你们这个点亮粉灯牌的话啊，然后你这个粉丝等级会涨得非常快。你们涨到15级，我会送个作品给大家，小作品送给大家啊，同学们。好，咱们去了解了这种叠页的方法啊，我们有法可依啊，同学们一定要做到有法可依。那么有法可依，我们先有法而后无法，把这个掌握好啊，家人们。接着咱们再来看啊，咱们要想把这个组页，我们去组的一组一组组的啊，同学们。穿上黄马甲都是一家人，说的太对了，小铃铛，你咋这么优秀啊？弟弟说小铃铛说的对，说的太好了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同学们，你们最想听的是什么啊？今天呢，我跟那个啥了，有同学呢，他这个啥啊，王一鸣啊，老师讲细心画的好，谢谢王一鸣啊，谢谢大家的喜欢。吉祥三宝，对，说红说话无定法，贵在得法。对，先有法而后无法啊！你要先有法之后，那么你再去无法，再去变通啊，再去变通，那么你再去变的时候啊，你就有法可依了，就变得好。家人们，咱们接着再给大家来讲啊。好，咱们来画一个分字在上的啊。好，我们一个分字在上，分字在上，我们怎么去交叠？怎么去把下边给接起来啊？同学们，怎么把下边接起来？那么我们昨天给大家讲过啊，我们从这上边啊，从这下边来接的。同学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从左边、从右边来接啊？家人们有没有想过？家人们，对，画竹枝、叶子组合啊是很关键的啊一点，很多家人是不会这个叶子组合的啊。我来今天就是给大家这个剖析一下叶子组合，我们怎么来组合。好，同学们看过来，那么我们同样是这两个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两个分，我组合的方法不一样。先无我，再无他，非常对啊！云淡风轻，空杯心态啊，家人们看过来。那么我如果是从这里去交叠，左边，看清楚，家人们，我从左边去交叠，同学们说可以不可以？家人们，可以不可以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从这里交一个个子，我把它往这边来一个小叶片。好，我再往左飞一个叶片，把这个分子给破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说可以不可以？好，飞一个叶片，把分子给破了。你们说这样可以不可以，家人们？这是各在左，家人们把这3个字打出来，各在左，各在左，家人们打出来，打在公屏上。画主页用的什么笔啊？画主页用的，我用的这个是高弹的灰雕，咱们1号链接的啊，1号链接的。我把链接挂出来啊，你们想要的话就可以去买。这叫各在左，那么我们还可以各在右。家人们，我是一步一步带领大家来讲的啊，同学们一定要明白啊，你们特别是初学的同学啊，一定要用心了啊。好，这个是各在右。好，一个是各在左，一个是各在右。这各种交叠的方法啊，我给大家一一的讲出来啊，同学们一一的讲出来。那么你们争取让大家做到有法可依啊，有法可依。这个是第一片，这个是第2片，我标在下边吧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啊，6、7、8。
然后最后再飞这个叶啊，最后飞这个叶9啊，同学们，这叫各在左的叠叶法，各在左，这叫各在左。那我们各在右，咱们看过来，那么你也可以把这个去飞一个啊，也可以把这个飞一个，你不想飞也可以不飞，好，也可以左飞一个。好，各在左，各在右，非常棒，咱们家人们太优秀了，一个一个谢谢云淡风轻啊，老师教的好仔细啊，是的，咱们有很多这个新来的同学啊，特别是这个不会的，这一次都没有画过的，1、2、3、4，你们跟着我，先有法可依啊，然后等你们会画了啊，学会了，那么你们再变五法，5、6、7、8，这个8你在画的时候，你就结合它整体的气势。为什么它最后画？结合它的气势呀，你把它的气势给带出来了，家人们一定要明白啊！这是我们去画的时候这个方法，特别是咱们初学的同学，小铃铛，谢谢你的人气票，非常棒啊！感谢家人们。好，那么我们理解了这个，我们各在左，各在右。那么我们各在左，各在右，它只能给它配吗？咱们换一种配法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来看啊，延伸啊，一定要学会变通，学会延伸啊，同学们。哇，最后一滴泪，850张人气票一送，谢谢一滴泪，谢谢好兄弟空谷幽兰啊，老师讲的好，非常仔细啊，谢谢空谷幽兰，吉祥三宝，我一次也没画过。好，那么你没画过，你就来对了，秋风明月啊，月明。好，谢谢你的粉丝牌。你没画过，你到我的直播间里，你就可以学会啊，家人们，我是一笔一笔带着你们来画的啊，到时候你们都可以截屏啊，咱们所有家人们。好，咱们再画一个各在左啊，各在左的，我们用各来交叠一个，同学们看过来啊。好。好，这是一个个子，那么我再画一个个子。好，这是2个个，那么这2个个子，好，我给它再画一个交叠。这个交叠，这个是各在左啊，同学们看到没有？这个各在左，那么这个我在这右边去交叠，从这里叶尾交叶尾啊，同学们，叶尾交叶尾，好，一个飞叶飞出去，你看它各在右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相互变通的。你学会了这一个方法，同学们学会这一个方法，你可以变通出很多种。我们不但可以和5个叶片去这样交叠，你和4个叶片、3个叶片都可以啊，家人们。我教给大家的是什么呢？家人们，我教给大家的是方法，家人们，教给大家的是方法。好的，最后一滴泪，辛苦了啊。好的，啊，我教给大家的是方法，同学们一定要记着，学会方法永远比你死记硬背要强啊！同学们一定记着这一点。好，非常棒，同学们把方法打到公屏上，家人们把方法打在公屏上。好，方法，同学们，好，老师无私分享啊，谢谢迪迪啊。好，同学们看过来，那么我们再用一个4个叶片来组合，同学们看过来，4叠3。我们4叠3， 3在左，对，干活干活，像你来了就干活，不要那么累啊，不要那么累，来了先学一会儿再点，学一会儿再点赞，来到就先干活干活，太可爱了，咱们家人们啊，家人们太棒了，好，同学们看过来，好，这一个也是各在左。同学们看到没有？各在左啊，我们再给大家画一个各在右。好，还是4叶叠法，看过来。
好，四页叠法，我们把个排在右边，同学们看过来啊，我们把它排在右边。今天给大家讲这个主页啊，详细的它的排页的方法、布页的方法，家人们看过来。它可以来回变的，同学们看到没有？那么把这个叶片交在了它的两个页首啊，它也是可以的啊，家人们一定要理解这一点啊，一定要理解这一点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采用的各交5页，这是各交3页，这是各交4页啊，交5页、交3页、交4页。那么它采用的都是这个，也是各在左啊，这个是1笔1。好，我们这个是2，这个是3，好，这个是4，这个是5，这个是6啊，同学们记着啊，这就是我们各在左3页叠法。但是3页叠出来之后，你们要知道有一个点，一会儿我给大家讲，有一个点，3页交3页有一个点，大家知道不知道？知道的打出来。好，咱们知道的家人们打出来，各交各。好，它这个叠页法，我们教完之后必须怎么样，家人们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不可以交页中啊，不可以交页中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这个方法啊，你们特别是小白啊，特别是小白同学啊，你们一学就会，一学就懂啊，家人们，我给大家讲的，把这个步骤全部标在上面啊，同学们，你们就按这个步骤，刚开始就这样去练啊，1、2，好，我们3、4、5、6，最后一笔7。好，家人们明白了吧？家人们，那么我们去，这叫各在左，这个叫各在右，同学们打出来，打在公屏上，各在左，各在右，各种叠法。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各在左交于这个各字的时候，同学们一定记着，我们要怎么样，家人们？好，双个要怎么样？家人们打出来，双个要怎么样？双个必破，家人们，双个必破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拍了一本下畅的画册，好的，纵横。那么你去加咱们的实物群，加实物群啊，去加实物群，你们把这个买了笔墨纸砚、买了课件的同学啊，都去加实物群，加实物群啊，叶子的连笔，加实物群，然后把作业交到里边啊，交在里边，我给你们批改作业啊，同学们。那么我们需要什么呢？需要来破啊，需要来破，双个必破。同学们把双个必破打在公屏上啊，吉祥三宝不知道啊，第一次来啊，同学们，我们双个是必破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这里破一笔，那长一个焰头出来，那么它就变成4，它变成3啊，这叫破，它跟这个有区别的啊，这个是直接画了4个叶片，那么这个是破出来的4个叶片啊，同学们，它是3双个叠加啊。我们后期加了一个破，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好，把这个也可以加一个小叶片，就好像往远处去的这个叶片啊，它也给破了，同学们，这是3页破法啊，同学们，双个必破的破法。哇，谁这湖边，湖边都来了啊！好，家人们，那么这一章给大家讲了各在左、各在右这种交叠法。那么我们往下走，这是左右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申请了啊，分方啊，申请了你没有点亮粉灯牌，申请了咱们管理不会同意的啊，你把这个粉灯牌点亮，让大家看到，你再说一遍啊，同学们看到咱们管理看到你粉灯牌，就让你进了啊。
好，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致力于让大家都学会木竹话啊，咱们文化传播传统文化啊，咱们传播传统文化，咱们把这个精髓部分咱们学会啊，先有法而后无法，咱们从无法到有法一个过程。好，家人们，那么咱们学会了这种横排的，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横排的？你知道吗？横排了，你就可以去叠这个大页了啊！咱们小白不怕学不会，对，非常棒啊！好，木华阁啊，双人必破，迪迪啊，谢谢山啊，谢谢，好，感谢咱们家人们啊，看过来。那么我们再来叠页的时候，你这个大段你就会叠了，同学们看过来啊。好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，好，四片。你这里还可以再叠一片，5片。好，那么我在这里我们再来叠一个啊，同学们看过来。如果叠一个稀疏的，叠一个密的啊，叠一个稀的吧，从这边往下载。咱们叠疏和叠密，我给大家讲过这个叠页，2个叶片的中间，也就是这个位置啊。咱们如果去叠的密的，咱们就顶在上面啊，3/10处啊。3/10处，如果你想叠的稀疏，那么你叠在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也占3啊，3/10。好，那么这个位置呢是叠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同学们明白不明白，家人们？谢谢我们云蒸卫啊，云蒸霞卫啊。好，咱们很多家人哇，这个冠省居啊。好，感谢大家点亮粉灯牌。好，香明欢迎。好，咱们看过来。那么我们往上如果想叠密加一点啊，咱们看过来。我们往下叠吧，往下叠给大家讲一个啊，叠的稀疏一点。好，我们叠这样的一个。好。我们这个叠完之后，同学们看，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用到了什么呢？用到了我们的这个1、2、3、4，这个是1、2、3、4啊，同学们一定要明白啊。我们再叠这个叶片，你看这个是1，有方法的啊，同学们，1、2、3、4。我们在叠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同学们看，我们就用到了什么？我们用到了这个。各在右或者各在左，这个不适合各在左啊，同学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时间适合啊，什么时间不适合。那么我们这边是空的，我们把各叠在这个位置，看清楚了，家人们。好，叠在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如果想让它密集，我们在这里交叠，看清楚了，家人们。我们在这里交叠。那么这里呢，它就形成了什么？形成了一排啊，它形成了一排。那么上面是5个，这边是一个左右结构啊，左右结构的。那么左4右3，这就是各在右的一种叠法啊。我们有了各在右的叠法，同学们，上5下7，同学们说这是大段还是小段？回答一下，家人们，这是大段还是小段？回答一下，你是不是很轻松就驾驭大段叠页法了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啊，是不是很轻松？你们就学会大段叠页法了？我这是在一步一步的引导咱们所有家人们，你们怎么去学会啊？对不对？我们用各在左、各在右并排啊，我们来做这个叠页，那么我们很快就学会了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大段叠页，那么现在我教你的方法，你看这个方法马上就叠成大段。好，咱们一步一步学会了大段啊。学会大段叠页，那么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个啊，再演示一个。好，我们再演示一个，同学们看过来。好，上面2个飞页，我们依然是破分啊，依然是破分啊，同学们看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啊来叠这个页，看过来。好，同学们看，我们下边和它交叠是叫什么？页尾交页尾，同学们把页尾交页尾打在公屏上啊。吉祥三宝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这个大段小段是吧？
很多家人应该都不知道，你们慢慢的听啊，跟着慢慢的听，我会给你们全部都教会你们啊，同学们，我一定会全部都教会你们的，家人们。好，这个叶片呢从这里出啊，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再教一个叶片从这里出。这个时候同学们来看啊，我们用到一个叠叶法，我们往左边排啊，家人们往左边排，看过来，家人们。好，我们把个在右叠出来，家人们看过来。好，这个我们就用了个在右的叠叶法。所以说我们学过的知识，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来运用啊，一定要知道怎么来运用。那么我们这个叠出来之后，你再来看啊，我们上边5，啊还是不变，这个是1，这个是1啊，1，这个是2，这个是3。好，我们这个是4，左飞，这个是5页，我们叠完了，我们把下边的这个叠出来。6，好，然后我们又叠了这个7，叠了这个8，叠了这个9。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个子叠在这边啊，叠在左边，这个10，好，11交叠，12，好，这个斜和这个斜啊，同学们一定要记着我们交叠的这个位置和方法啊。这个就是个在左，这个是个在右，你看它这个叫什么，家人们？这个是不是大段还是小段？家人们告诉我。那么你不会叠大段啊，不会叠大段，用我的方法马上就学会啊，大段叠叶啊，马上就学会了，家人们，是不是很简单？那么如果你想把它叠成，你说老师我不想叠个，我想把它叠4笔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，我在这里起一笔，好，从这边落下来。记着啊，它落的位置不要从中间，起一笔的目的是从上边绕下来，然后交与它的叶首，然后从这里交与它的叶首，绕下来交与这个叶片的叶首，这叫叶首，叶尾交叶首。家人们，好，有多少家人不知道叶首交叶尾啊？叶尾交叶尾的家人们，啊，有多少家人不知道的？打出来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一笔就变成了4笔，对不对？变成4笔，这是大段，这个也是大段法啊，同学们，我们通过这就左右结构啊，就做成了大段叠叶。好，做成了大段叠叶。好，家人们，好，同学们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很多家人不知道是吧？好，要不要听？要听的打出来，我给大家，我看人多了，给大家讲一下啊，人多了我就给大家讲一下，同学们，好，要不要听？好，要听了给大家讲一下，不要听的话，咱们还接着给大家讲叠叶啊，同学们，我看有多少家人想听？好，咱们很多应该都是新来的啊，同学们，应该都是新来的。咱们老同学都知道啊，诗情画意，谢谢你的粉灯牌，很多家人都打出来了粉灯牌啊，非常的棒啊，感谢大家。好，谢谢香明啊，要听沧海小猪，哇，这么多家人点灯牌呀，感谢你们啊！啊，咱们这么多爱学习的家人们啊，非常的优秀啊，点亮粉灯牌。那么你们就穿上了黄马甲，你就是老师的人了，就是咱们小竹林的人了，你就是竹林贤士之一了，家人们，非常棒！我感觉咱们这么多家人，哇，还在点这么多点灯牌的啊，太欢迎了，欢迎咱们所有家人！哇，还有啊，小秀姐啊，感谢，还有沧海水珠，好，很多家人点亮了，哇，沧海水珠啊！赤骨凝香，哇，谢谢你棒棒糖，这么多家人这么热情啊！同学们看过来啊，我们所谓的交叠法啊，交叠法我来给大家讲，有3种啊，3种交叠法，和哪3种？家人们，第一种啊，咱们要知道啊，你不会交叠法，那么你画出来的叶片它就不美。好，3种交叠法，我来给大家讲，1、2、3啊，家人们给大家讲3种交叠法。你要讲什么呀？讲这个叶片的交叠法啊，讲叶片的交叠法。那么第一种，你们来看啊，
啊，我们找出来，家人们看，第一种我们是页首交页首，看过来，这两个叶片，我们叶片7这个叶片和叶片9这个叶片，它们两个交叠属于页首交页首，同学们手交手打在公屏，把手交手打在公屏上。好，手交手，页首交页首。好，这是咱们3-7定律来分的啊，家人们，你把这个线段你分成10份，那么这个占3，在这个位置交叠，在3的位置交叠，你从左边3或者从右边3都可以。那么你这个交叠的位置它就非常美啊，同学们明白吗？这都是经过咱们这个现代科学智慧研究出来的啊，以前它不讲这个啊，只讲好看。那么咱们现在有了现代科学，那么黄金分割率啊什么的3-7定律啊，同学们咱们都要去掌握啊，这是最美的交合点啊，这是最美的交合点。那么我们这种交合呢，它就是页首交页首。同学们明白吗？页首交页首它应用在哪里？家人们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它的应用在哪里？同学们要不要听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。页首交页首，它应用在，你看我们一般的画那个父子结构，他们经常用父子结构，对不对？我给大家画一下啊，同学们，给大家画一下，你们来看一下。我们讲了每一种方法，都给大家来讲这个应用啊。讲完应用，你们就知道实践啊从哪里得来的，家人们。所以说你们小白啊，特别是小白，咱们今天直播间的小白多不多？家人们，零基础的多不多？新同学多不多？你们打出来，新同学打1，老同学打2，零基础打0，家人们，你们打一波，让我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啊，新同学打1，老同学打2，零基础打0，好不好？我看看多好啊，大家打出来，我看有多少。好，给大家讲一个应用啊，咱们经常用，哇，我都看不清屏幕了，滚得哗哗了啊，哗啦哗啦的，这么多啊，真的太多了啊！还没看刚才那一张，没关系的，一会儿我给大家截屏，好不好？老师不保守啊，同学们，我既然敢讲出来啊，讲出来就是让你们学会的啊，家人们，要让你们学会。看过来，我们的页首交页首用在什么地方？好，我们的页首交页首，我们用在这个地方。看清楚没，家人们？这个父子结构，我们经常去排的这个父子结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会用到这个页首交页首。你如果中间十字交叉，同学们，你们来看啊，你把这中间这个像打个大叉号啊，你来看啊，这个父子你还说好看还是不好看？家人们，你说这两个哪一个有气势？家人们，你来看啊，让大家自己来分辨，好不好？家人们啊，自己来分辨。你说这两个哪一个好看？哪一个好看？他们来回答，这个是1，这个是2。你们看，1好看，同意1好看的打出1，同意2好看的打个2。我看一下啊，父爱如山，电影男房间啊，第一个滴滴打出来，第一个小铃铛打第一个，在水一方打第一个，用户8723打第一个啊，咱们左边还有晨曦打了左边啊，南方燕子啊都是打第一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交叠法，它有一个美感在的啊！你打这种叉号，我们从小到大见多了，家人们，学习不好的啊，学习好的你都见过这个。如果一直打叉号打多了，你就是最后了啊，评卷就是个这个吃个这个啊，零蛋啊，大鸭蛋。同学们，这是传递感情的啊，我们绘画是传递感情的，你都打成这个大叉号，那么就是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很不爽，家人们，给人的感觉就很不爽。明白吗，家人们啊？所以说一定要避免这种十字交叉啊，十字交叉要避免啊。那么我们还有什么？还有重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一撇啊，好，这一个人字啊，同学们，好，我们这个人字，那当然这个重人就基本上就是这个了啊，就是这个父子，它一交叠就是一个重人啊，同学们，好。
啊，它一交叠就是一个重人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再给大家讲咱们另外一种画法，交叠法。那么第一是页手交页手，第二啊，咱们看过来，第二是什么，家人们？好，第二，好，我把它放在这儿啊，给大家讲第二。咱们用真实的例子来给大家举例说明啊，咱们看第二是什么啊？第二我们是叫手交尾。好，页手交页尾，家人们。那么页手交页尾，我们刚才画的这里边有还是没有，家人们？你们来看有没有页手交页尾的？好，这个第二个叶片啊和第七个叶片它们之间的一个交叠，第二和第七，你看这两个叶片的交叠，它是不是页手交页尾？家人们打出来是还是不是？同学们啊，打出来。那么这是页手交页尾。那么它就很好看啊，同学们，咱们来看过来，我们把页手，我们画一个页尾啊，同学们画一个页尾。好，这个叶片画出来，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这个页手来交于这个位置，好，它就很好看啊，同学们，那么它就很好看。这就是交叠法啊，那你如果往上提交到中间，它就很难看啊，它就很难看。所以说你交叠的位置非常的重要。那么这种页手交页尾的，咱们实例啊在这里啊也都有，上边呢也有实例啊。这个页手，这个叶片的页手交于这个叶片的页尾，看到没有？3交于这个叶片它的页尾。好，这是它的这个方法。那么我们第三种，这个还要不要举例了，家人们？要不要举例了？谢谢爹啊！要不要举例了？好，不要举例，我给大家讲第三种交叠法。那么它是页尾交页尾。好，尾交尾的一种叠页法。好，尾交尾，家人们看过来。那么我们采用尾交尾的叠页方法。看过它美不美？在上面同学们找出来，在上面找出来实例啊！你们找出来实例几加几啊？同学们找出来，把它的实例找出来，实际应用的例子找出来。好，我在这里给大家画一下。好，3+7。好，非常棒，3+7，很多同学都打出来了啊，的确是3+7啊，家人们看到没有？好，我们这里3+7这个叶片啊，7这个叶片，3是这个叶片啊，3+7这个叶片，它是用到的尾交尾。6+11，哇，咱们同学这么棒啊！6+11，对，它两个也是尾交尾啊，同学们，它两个也是尾交尾。好，非常的棒啊，咱们同学们啊。特别棒啊！你看它这种交叠，它就非常的美，交叠的位置它就非常的好啊。所以说，家人们，哇，还要打3+7、6+11，非常棒啊，家人们，非常的优秀啊！真的，咱们同学们真的是太让我感动了啊！这是非常的热情啊，学习激情高涨啊，同学们。好，那么咱们知道这3种方法啊，咱们接着往下讲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接着往下讲。好，咱们刚才给大家讲了，也给大家举了例子啊，那么我们怎么样的交叠法，它才会更美啊？它才会更美。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了大段啊，那么有同学们知道小段怎么来叠页不知道？家人们，小段怎么来叠页？咱们小段怎么叠？家人们打出来。好，咱们满场给大家讲干货啊，咱们看过来。那么我们画一个啊，同学们看，咱们刚才也看了，我们采用了这个刚刚学过的知识点，咱们给大家画一组啊。
好，咱们用了一个负字啊，给大家画一组，那么上边是一个负字，下边我们再来看啊，我们从这里，在这上边啊，我们在上边去加。好，一个扉页，同学们这个应该不陌生吧，家人们应该不陌生吧？啊，这个郑板桥啊，经常采用这种画法啊，父悲个啊，父悲个，同学们打出来，父悲个，戒悲个啊，同学们，父悲个，戒悲个，大戒子背小个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它在上面。好，这样去背一个个，父背个，戒背个。那么上边是3，下边是4。那么我们如果想突出一点，那么你把这里加一个左扉页。好，这里你也可以加一个左扉页。咱们看，上面是3，下边是5，那么它是大段还是小段？家人们，是大段还是小段？大段法还是小段法？家人们，好，家人们非常棒啊，非常棒。好，咱们有同学你想听什么啊？咱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啊，不要背不要藏，家人们啊，咱们直播间里啊，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学习的一个正能量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，咱们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想听什么就打出来，想听枝条，对，这是小段，想听枝条，我给大家讲枝条，好不好？想听叶片，我给大家讲叶片，咱们大家回答，你们想听什么？而且呢，我完全实现民主啊，同学们，我最近在考虑咱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天越来越短了，是不是要调一下时间啊？咱们同学们休息也是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也是很辛苦的，所以说我也想打算调一下时间，往前稍微调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讲讲立竿是吧？为啥是小段？好，咱们为啥是小段？来给大家讲啊，上边是1、2、3个叶片，下边是1、2、3、4、5个叶片。好，上边为小，下边为大啊，同学们明白了吗？同一条时间是吧？叶片组合调得好，老师每天早点直播是吧？啊，咱们很多家人都想让早一点直播是吧？好的，课件截图可以的，可以啊。你们现在就要截吗？你们现在就要去睡觉了吗？你们不陪老师了吗？让老师一个人在这叨叨叨吗？啊，你们要截屏呢？好，我给你拿过来，你们截屏。困了就去睡啊，困了就去睡。好，刚才的那几个啊，啊，这个是大段啊，大段搞错了啊。好，对，咱们同学啊，非常棒啊。老师给大家说错了，那个是大段的啊，是大段的啊。同学们先截屏，一会儿我给大家示范这个示范这个小段啊，一会儿给大家示范小段，同学们看过来。好，截屏，3、2、1，好，截屏，一会儿截完屏，同学们截完屏，我给大家示范小段叠页法啊，示范小段叠页法啊，示范完再给大家讲干支啊，咱们看过来。好，3，好，我摆正一点，3、2、1，好，截完，用的几号笔啊？我们用的1号链接啊，1号链接的毛笔，1号链接的毛笔。好，你这个图一截，你都可以那个啥，可以直接跟着我画了啊，家人们，咱们上边标的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明白。第一笔画什么，第二笔画什么，第三笔画什么，而我们叠页啊，怎么来叠，它个顺序啊，同学们，完全把顺序给大家标注出来了，家人们。好，你们截吧，截屏，家人们。
好，3、2、1，好，截完屏啊！你们想睡觉的就去睡觉啊，不想睡觉的咱们也很快就讲完了。再给大家讲一些干货知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给大家再讲一些干货知识。好，这个也是大段啊，给大家刚才讲错了啊，说错了啊，它是大段，给大家画一个小段的。好，把小段的给大家来讲一下啊。同学们看过来，小段，何为小段？那么当我们在上边画了一个落叶，同学们，我们画出落叶，画出它的精气神，画出它的精气神。那么我们在正下方来叠叶啊，同学们，在下方来叠叶。同学们看啊，我交叠的位置啊，同学们刚刚学过了，咱们刚刚学过了交合啊，咱们刚刚学过了交合，同学们来看一下。那么这个交叠法，同学们，这个交叠法，同学们看，1、2，好，这个是3、4，两个飞叶，左飞叶，右飞叶，好，5、6、7。好，同学们，咱们打出来啊！我给大家考试一下啊，家人们，考试一下。那么2加6等于什么啊？2加6等于什么？好，1加7等于什么？好，同学们，1加7等于什么？2加6等于什么？家人们，回答一下，我看有多少家人认真在听了，认真在学了，家人们，回答一下。2加6等于什么？1加7等于什么？咱们家人们太搞笑了啊！哇，直接打出8，你们都太有才了啊！故意搞笑的，我知道啊，大家笑一笑啊，直播间的气氛就非常好，老师都忍不住笑出声了啊，家人们。好，我看一下啊，手交尾6。手交2尾，1尾交7手，对不对？1尾交7手，2尾交6手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棒啊，家人们。那么这个是小段叠叶啊，这个是小段。好，同学们明白了吗？那么这就是小段叠叶法。好，一语给大家道破啊，天机啊，同学们。好，你们学会了大段、小段啊，同学们。你们再去画的时候，那么它如何来交叠啊？同学们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为大家来演示。刚才有同学提出来要看竹竿，好，咱们有多少同学想看竹竿的？有多少同学想看竹竿的？给大家画几节竹竿啊？小段，什么是小段？为什么是小段？还有家人们不知道啊？踏雪狼人来了啊！踏雪狼人，我们踏雪狼人老同学啊，非常棒。哇，这么多老同学都来到了直播间啊！好，你们到底想听什么呀，家人们？你们有问题啊，提出来，我一直在讲啊，你们有问题就提出来，老师跟你们共同探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大段详写，表现密。哇，两个打竹竿的，你们都没有点灯牌呀？灯牌都不点，你们不喜欢老师，你们不喜欢老师，不喜欢老师怎么讲啊？好，刚进来的可以截下图嘛？你稍等一会儿好不好？咱们刚刚截过，你稍等一会儿，咱们截图好不好？咱们现在先讲一点内容啊，先讲一点内容。喜欢啊，乐天啊，主页。用的大中小啊，二哥，哎呀，点亮了，谢谢，我们谢谢二哥。咱们家人啊，真的非常棒，太优秀了，我太喜欢你们了啊，真的太喜欢你们了，同学们看过来。那么我们给大家来讲这个怎么画竹竿，必然来讲到怎么调墨啊，家人们看过来。那么咱们在这里边清水里边先把毛笔刷一刷啊，毛笔刷一刷，详细的调墨过程我要给大家讲。好，那么竹竿我们调墨，把毛笔刮扁平啊，
刮扁平。这刚才有同学说啊，我给大家去讲的中锋行笔，对不对？中锋行笔啊，那么咱们和巨锋行笔，是不是有很多家人不理解这一点？不理解这一点，那么你来看啊，这个我们毛笔刮成扁平，我们依然是用中锋行笔，那么它就区别和巨锋行笔，它就有所区别了，家人们。好，看过来，还是一个干货知识点啊，家人们，干货知识点来给大家报出来。那么你们去调墨的时候怎么调的啊，家人们？你们看一下老师怎么调的。好，把这个墨往下流一点，你不要在这里一蘸，整个毛笔的笔尖啊，全部都成了墨。那么把它流出来一点，好，流出来一点，然后再回去，它就没有那么多的墨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蘸，不要在这里啊，在这里马上就蘸的多了。好，我们在这里蘸一下，好，反过来再把这边再蘸一下。好，一边多一边少啊，同学们，一边多一边少。那么你蘸完之后啊，一定记着一边多一边少。蘸完之后有一个小细节，家人们要不要听？同学们要不要听一个小细节？干货知识点啊，同学们不热烈啊，不热烈，咱们就不讲这个小细节了，你们自己去琢磨啊，同学们，同学们不热烈。好，我来给大家来画出来啊，画出来。好，看出来。那么我们先顿笔啊，我们先顿笔。好，一样的，老师已经那个小动作已经做完了啊，那小动作已经做完了，一会儿老师再给你们再做一遍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顿笔走。好，顿笔走，我们再顿笔走，再顿笔走，它是越来越细的一个过程啊。记着，它是越来越细的一个过程，一定要明白啊。咱们去画的这个竹竿，它是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细。再往上呢，它就变得啊，就短了，这叫什么呢？中长跟稍短，家人们，把中长跟稍短打在公屏上，家人们，把中长跟稍短打在公屏。那么我们这个画完之后，我们点上竹节，点上竹节，我们把竹枝画出来。我们把竹枝画出来，那么在竹枝我们怎么来画竹枝？家人们，有多少家人不知道画竹枝的？你们打出来。不知道画竹枝的，直接打个不知道。我来给大家讲，咱们第几节？我们是在第5节啊以上出竹枝啊，5节以上出竹枝。好，5节以上出枝啊，同学们记着5节以上出枝。好，不知道。好，我打出来了，你们不知道，就是5节以上啊，记着啊，5节以上出竹枝啊，5节、6节都可以啊，5节以上出竹枝。那么我们去出竹枝的时候，这下边我们就不管它啊多少枝，咱们就全当这是第3节、第4节、第5节啊，咱们就全当从这里啊，从这里是第5节，咱们从这里出竹枝啊，从这里出竹枝，同学们看过来啊。好，我们从这里出竹枝，在它的这个竹节处啊，竹节处出竹枝。那么竹节的地方，我们出竹枝的时候要出什么？哇，家人们，咱们这么多人赞赞6万6了，非常棒啊，家人们。好，咱们把赞赞走一波吧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把赞赞一起走一波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，咱们把赞赞走一波啊。好，家人们一起点一下赞赞，辛苦了，辛苦大家了啊！好，那么咱们画竹竿呢，采用了什么方法？同学们，采用了这个是中锋行笔啊，中锋行笔，中锋行笔，它这个毛笔是这个扁的，它也是中锋啊，它不叫巨锋啊，同学们一定要分明白。咱们给大家讲的八面出锋，八面出锋是什么？家人们一定要明白啊！你们要学透了，要把它学透了，家人们。何谓八面出锋？那么首先，长锋、漏锋、逆锋、顺锋，中锋
句风啊，同学们。那么这个中风和句风它是不同的，家人们想不想知道？想不想知道什么叫中风，什么和句风，它俩之间的区别？想不想知道？想知道我给大家再讲一遍中风和句风的区别。好，同学们想知道不想？好，想知道我给大家讲一下啊，想知道我给大家讲一下，如果不想知道的话，那咱就不讲，略过去啊，家人们。好，那么这里我们看过来，我们中锋行笔，它不管你的毛笔是散开的啊，还是聚着的，那么我们同学们看，刚才为大家进行了示范啊，那么咱们毛笔是刮成扁的啊，同学们啊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毛笔是扁的。咱们毛笔是扁的，那么是扁的，我们还是这样去走，这一笔包含了几种啊，同学们，我给大家讲啊，包含了咱们画主干这里边啊，今天给大家剖析的都是干货知识点啊，同学们认真的来听啊，干货知识点，这一笔包含了有中锋行笔，中锋啊，就是我们立起来，然后再加上顺锋，中锋加顺锋啊，同学们明白吗？中锋加顺锋就是顺着走。好，先顿笔转中锋。好，明白吗？看到没有？那么我们用笔锋散开，它是扁平状，它也是中锋行笔，我们毛笔呢是散开的啊，扁平状啊，它也用的中锋，所以说这就是中锋，它包含了这种句锋和散锋。那么句锋呢，它只有一种啊，同学们，它只有把这个锋聚起来，聚成一个圆锥状，它才叫句锋。它聚成圆锥状，同学们把圆锥状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，把圆锥状打在公屏上，这是它区别于这个它和中锋啊，同学们，中锋涵盖了句锋啊，包括句锋啊，同学们。这个圆锥状啊，同学们，咱圆锥状，那么咱聚成一个点，你再来看，那么它画出来的线条，它可是这种啊，画出来的是这种，所以说这是句锋啊，这是我们也是用的中锋，我们也可以句锋，它也可以用中锋，咱们看它也是中锋，毛笔立起来，直着向前走。那么我们顺锋，何为顺锋？家人们，顺。我们这两个都用到了顺锋，咱们同时这个笔法是同时运用在一起的啊，那么我们怎么用顺锋啊？同学们看，我们把这个拖笔法啊，同学们用拖笔法看过来。好，我们手不碰这个毛笔笔杆啊，同学们我们拖到这里，这就是一种顺锋的方法，看过来。明白吗，家人们？我们手不碰笔杆，画出来直直的线条，这是顺锋啊，中锋行笔啊，同学们，我们拖出来的叫拖锋，拖笔法啊，它也叫顺锋。同学们明白了吧？那么这就是我们去画的这个方法啊。好，大家明白了，知道了。那么咱们接着来给大家画主枝啊。所以说你们刚才有同学是不理解啊，扁平状怎么还是这个中锋行笔呢？对不对？我一解释你们就明白了，不解释大家不明白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它是运行的轨迹啊，咱们对，非常对啊，你这个厚德载物太棒了，悟性非常高啊。它只是说你这个笔尖在后啊，笔肚在前，那么这是顺锋。那么你这个笔尖拖在后边，在正中间，它就叫中锋。你稍微偏侧过来，笔尖在左边或者笔尖在右边，它都叫侧锋。所以说这就是它的笔法的不同啊，好，那么咱们了解了，咱们把它加上竹枝，看过来，家人们，咱们竹枝加在干环上，家人们打出来，竹枝加在干环上。好，蹦蹦蹦啊，咱们看，蹦蹦蹦。好，一大一小两个竹枝，咱们去表现出来。好，这就是竹枝的画法。
这就是竹枝的画法，同学们简单不简单啊？一短加一长，这就是竹枝的画法。这边呢再向上一截，我们就该出左枝了。左枝呢也是长枝条，好，蹦蹦蹦，看到没有？那么我们这个我们往前推的这个笔尖在前，这个就叫逆风行笔，蹦蹦蹦啊，推着它往前走，这叫逆风行笔，看到没有？我们逆风行笔画出来的这个枝条呢，它很苍健，甚至很干枯，顿笔我们顿出来的这种感觉，看到没有？那么带回风啊，这种力量感啊，它是这个顺风和顺风不一样的啊，同学们啊，它和顺风不一样的，它的这种顿挫的感觉。好，同学们看，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再加一个。好，你看这个枝条画出来，它就非常的苍劲，非常的有力啊，这是逆风行笔我们去画的。好，这个短枝条，一长一短两种枝条我们画出来。那么同学们来看啊，我们画出来的这两个枝条，你们来看哪一个是正面的枝条，哪一个是背面的枝条？家人们能不能看出来哪一个是正面的，哪一个是背面的？我把枝条写上来，同学们来回答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是1，这个是2，这个是3，这个是4。好，家人们，你们说1、2、3、4哪一个是正面，哪一个是背面啊？打出来。上正下背，太优秀了！咱们家人我还没写完都打出来了。24是啥呀？用户872312是正。兰妮说23，你们光打个23，你们不打出来。23正，对，23正，23正，怎么23正啊？我还给你们喊对呢。咱们同学们打错的自觉罚点赞，咱们把赞点到10万，可以的罚了。我一直看咱们的赞不够10万呢，一直在看不够10万啊！原来咱们同学在这儿等着呢，你们故意打错是吧？24正，2和4是正，2和4是正是吧？同学们。还是错的哦，同学们，只有你们打错了，你们才会印象深刻啊，才会印象深刻。好，我看多少家人答对了啊？3、4前2后，2、4为正，还有2、4为正，3、4为正，好，冲10万，非常棒啊，已经8万多了。这话刚落音啊，咱们一定冲到8万多的赞了，太牛了啊，真的很厉害。好，我来给大家讲啊，这个3和4它们才是正面的枝条，它们才是正面的枝条。那么1和2它们是背面的枝条为什么呢？你们来看啊，这个竹竿竹枝直接压盖在它这个竹竿之上的啊，压盖在这个竹竿之上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它就在后面的，它出枝的位置也是在后面的咱们对，非常棒，咱们上官幽兰答对了，九鼎山人来了，欢迎九鼎山人，老同学一来我特别开心咱们欢迎新朋友，结交新朋友，不忘老朋友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老师小枝用什么墨色？好，有同学问到墨色的问题了，大家想不想知道？给大家讲一讲墨色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咱们一边讲一边点赞，好不好？把赞再冲到10万，家人们加油，好不好？家人们加油加油！老师，好，我给大家讲一下四季长青，谢谢你的拇指赞。家珍想，大吃来了大吃。学生答错，老师最开心。学生答错，老师最开心。你觉得老师就等着罚站呢，是不是？就等着罚站呢，还是等着罚香蕉呢？哎呀，大吃啊！你和我这个竹吃想的不一样啊！逻辑柚子加油点！哇，这么快，8万9了，家人们，真的好快啊！好快呀，家人们
89000的赞赞了，家人们再努力，再努力，点一点。刚才的蘸墨技巧，哇，这个纵横硕通，哎呀，你这个耀通啊，你这记忆力真好，还没有忘呢。好，我把那个知识点给大家讲一讲啊，那个蘸墨的知识点，有同学还记着呢，真的是好心计啊。这个学习啊，真的，就怕有心人呐。好，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刚才那个知识点啊，同学们，毛笔刷完之后啊，同学们，毛笔刷完之后，我们来蘸墨。这个清水刷完之后，我们来蘸墨。同学们看过来啊。好，这个小技巧，同学们没有忘记啊，我给大家讲。真的太优秀了，好用心的啊。好，那个不用看了，那个不用看。你们还要看吗？这个就是在里边刷一下啊，就是在里边刷一下，清水里边刷一下，刷完之后，我们把它刮成扁平状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简单的一个动作啊，看与不看都可以啊，家人们。那么现在咱是扁平之状啊，扁平状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扁，这是平，刮成扁平，刮成扁平之后啊，这个关键知识点来了，关键知识点来了，9万9。打到10万，给大家讲关键点，干货知识超短全来了，咋吃？对，青离仙啊，直接从上画还是从下画啊？青离仙点亮粉丝牌，点亮粉丝牌，给你们讲。好，10万到了，家人们看过来，我给大家讲啊，咱们在这里墨留下来，给大家讲了一个知识点，咱们不要在墨池里去沾啊。谢谢青离仙，谢谢你的粉丝牌。好，咱们把这个墨留出来一点之后，你在这里留出来的这里让它回去，在这里去蘸啊，这是一个关键点啊，同学们，这边蘸完之后反过来再蘸这边，看清楚没有？两边都是黑墨，看清楚了吗？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去画啊，同学们一定记着啊，这一点你去急着画的话，你们来看是什么效果。好，同学们看，它很生硬啊。很生硬，同学们明白了吗？那么我们是干什么呢？在这里刮一刮，就这么一个小动作啊，就这么一个小动作，这一个小动作它可是关系大文章啊，同学们看过来，我们再来画的时候，同学们你们再来看，它就非常的匀泽。它就没有那种毛边的那种效果了。你看这个边缘就像勾了一条细线啊，同学们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它就不一样？家人们，是不是就不一样？你看这个呢，它就非常的毛，而且呢这边呢还比较粗。你看2条黑线，发现没有？2条黑线，这是给大家讲的干货知识点啊，同学们。你们今天谁要是这个占了那个刚才那个叫啥啊？那个同学太有心了啊！停那么长时间，还这2级了，青离仙啊，辛苦了2级，雪林一跃啊，你太这个心很细啊，心很细啊。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啊，给大家讲一下，这个是在5节以上出组织，但是老师呢，在画给大家是讲课呢，我们想象的下边还有，想象下边还有啊，同学们要明白啊，要明白啊，这是我如果在5节以上，我就出到这里了，同学们，我都冲到这里了，你们就看不成竹枝了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明白不明白？啊，关键点没了，鸟语花香，明白吗？我要查5节，1、2、3、4、5，我到这儿该出枝了。那么我到这儿出枝，你们能看到吗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啊，我是给你们这个去讲解呢啊，讲解呢。这个出枝的，你们记着就行了，记着就行了。这真正出枝是5节以上，我是在给你们讲课。所以说我不能画在这里，这下边都没有，我就画在按出枝法5节以上来出，我就出在这儿了，你们就看不到了。好，大家明白就好啊，我是示范。好，咱们所有的家人们，咱们明白了。对，假设5节啊，假设5节，蘸墨没听，还没听呢，都讲几遍了啊，家人们。
好，那么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干货知识点吧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既然大家这么热心啊，同学们这么热心，好，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干货知识点，基建为穷。哇，大家都点亮粉丝牌了，好，感谢大家啊！还是竹竿上的啊，竹竿上的另一个知识点，好，大家要不要听？好，小知啊，先给这个霍慧清回答一下啊。霍慧清一直在这个讲啊，小支用什么墨色？我给大家讲一下小支的墨色。我写出来吧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小支的墨色要比竹竿重，这叫支比竿浓。好，明白了吗，家人们？支要比竿的墨色浓。好，然后叶，我附带的把叶墨色也说一下啊，叶比支浓。好，这是墨色的问题啊。今天大家真是有福了啊！今天这个你们提的问题也多啊，我把这个知识点啊都给你们报出来了啊，都把这个知识点报出来了，家人们。好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真的，家人们太棒了啊！好，打出来啊，家人们都打到公屏上了啊。这叫支比竿浓，叶比支浓，这是墨色调配啊，在墨色调配之上啊，咱们一定要掌握这个规律啊，掌握这个规律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法。咱们所讲的啊，不合法度，那么你不合法度。什么是不合法度？这就是不合法度啊！那么你有法可依啊，这就是有法可依，家人们啊，一定要明白。那么顺带给大家讲一句啊，节比竿浓。好，今天老师一高兴啊，所有的知识点都给大家讲了，同学们。叶在竿上怎么画？开心姐姐，叶在竿上怎么画啊？同学们，老师讲的细致入微啊，细致疏洪啊，这个支比竿浓啊，叶比支浓啊，对，非常棒。老师顺便也把叶的墨色调试再演示一下吧。同学们想知道挺多，好的，好，同学们都想知道吗？怎么调配竹叶的墨色啊？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啊。哎呀，今天咱们同学们太热情了啊！好，咱们其实呢，我再讲的再多，它也没有课件里边全啊。咱们啊，你们加个课件，然后这个你们到这个买了课件，可以交作业啊，也可以交作业。我在群里边，你们去加群啊。你们去加群，我可以给你们详细的去批改啊，你们哪里的错误我可以看到啊，家人们看过来，毛笔刷完之后啊，在清水里边刷完之后，笔尖蘸墨啊，笔尖蘸浓墨，记着啊，笔尖蘸浓墨，打出来，咱们打到公屏上，让咱们所有家人二哥今天开心。很开心，二哥今天老师很开心，谢谢二哥，我看见二哥穿黄马甲了，我当然开心了，是不是二哥？你说是不是？视频画意，一页怎么组合啊？同学们，啊，弟弟说有大爱的是才有这么耐心细致的讲解，谢谢弟弟，谢谢你的理解啊。纵横要通想啊，咱们很多家人笔尖蘸浓墨啊，他们看过来，这么多家人都穿上黄马甲，你说老师能不开心吗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哇，二哥送了战旗啊，战旗迎风飘啊！好，谢谢二哥，谢谢你的战旗。好，笔尖蘸浓墨，蘸好之后，我们开始来画。同学们来看一笔墨怎么形成。好，给大家演示一笔墨。这个纸又用完了啊，这个纸用完了，再换一张给大家演示吧。好，我给大家演示一笔墨，再换一张纸。调墨法也给大家讲了啊，调墨法也给大家讲了。
咱们有同学啊，真的是观察入微啊，他非常的细心呐、老师一点，生怕老师漏过去一点，有一点他都就记着呢。咱们同学真的太让我开心了，真的，学习这么认真的啊，同学真的很棒。好，咱们看过来啊，咱们在这个上边啊，咱们来给大家画一组。同学们看到一笔墨它的好处了没有，家人们？有多少家人看到一笔墨的好处了？好，同学们有多少家人看到一笔墨的好处？有没有家人们看到一笔墨？我还没有停止啊，还没有停止，现在还正在画啊，还正在画。同学们，我还正在画，你看上边还有墨，好，还有墨，同学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墨色它是在不断的变化。我们笔尖浓墨第一笔是这个叶片，第二笔这个叶片，它墨色在不断的去变化，而且它在变化的过程当中，你们可以发现啊，这个墨色啊，它这是第三个叶片，对不对啊？由浅由重到浅，它慢慢的去进行变化。那么它分层比较好，家人们一定要明白，这是分层。我们一笔墨画出来它的分层，而且呢，你如果继续画的话，它还会出什么？还会出可比啊，画出来非常干枯的这种感觉出来。你看，这种感觉非常干枯的这种感觉。发现没有？那么它中间有飞白的这种感觉，所以说咱们浓淡干湿焦，咱们一笔墨啊，就是画出来浓淡干湿焦它这样的变化呢啊，家人们啊，这就是一笔墨。我们在画的时候，它跟你蘸的墨多与少啊，你不想让它们这么明显的话，你把笔尖调墨的时候，你调的多一点啊，记着。咱们这不是笔锋总长度吗？啊，你可以蘸到一个1/5，你可以占到1/4、1/3，或者是1/2，你来调配一下啊，你来调配一下，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呢，我们就占的比较少啊，笔尖占了一点点，那么它出的就是这种效果。那么我们反过来，我们如果在笔尖占的多一点，那么它这一组你画完之后，它是一个墨色的啊，同学们，一组画完它是一个墨色，一定要记着。它是不一样的，看过来，看明白了吗，家人们？那么这一组它的墨色是一样的，那么再画的时候它就不一定一样了啊。同学们再看过来啊，你们可以看到强对比。好，看清楚了没有，家人们？好，看明白了吗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它的墨色你来看，它已经分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叶片是上边叶片我们画完之后，它下边分的，它的墨色呢更加的均匀，对不对？墨色更加的均匀，而我们交叠的位置，你来看，它这一个叶片和这个叶片一交叠，它出现了一个墨晕，这个墨晕呢，它好像这个叶片在前边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叶片在后边，它形成了一个阴影，自然的晕出了一个墨色啊，它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什么气韵？气韵。为什么咱们说画画啊，说气韵生动，同学们，气韵生动就是这样来的啊，同学们，咱们要画出它的气韵。那么整个叶片，你看它墨色的变化，是不是啊？
它就显得非常的美啊，就显得非常的美啊。咱们六法里边怎么讲，家人们？你们知道六法怎么讲啊？咱们六法讲气韵生动，第一个就是气韵生动啊，家人们。咱们画中国画，那么首先第一法，咱们六法第一法就是气韵生动，同学们明白吗？今天全场给大家讲干货知识啊，气韵生动。第一法就是气韵生动，第二法才是古法用笔。古法用笔今天咱也给大家讲了，同学们有没有学会八面出风？你要讲古法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古法用笔。好，第一法是气韵生动，第二法就是古法用笔，第三法是什么？第三法是应物写形。应物写形，家人们，好，同学们打出来呀，啊，同学们打出来，打在公屏上，让这个不知道的啊，同学们你们来学习啊，这个气韵生动，古法用笔，应物写形。那么你画的竹叶它就不是竹叶，你画成了桃叶，它还叫应物写形吗？家人们，你们告诉我啊，你画的竹叶何为应物写形？应物写形就是你比着这个。你画竹子，它就得是竹子，对不对？这叫应物写形，你比着它的形状来画啊。你画猫，你画成老虎，对不对？这就不叫应物写形啊，对不对？你画什么，你得比着它的样子来画。你可以夸张啊，你可以夸张，但是它的特征要具备啊，特征要具备，家人们啊，这是应物写形。那么咱们第四个呢，就是随类写彩啊，你要分类。随类写彩啊，你明明是红花，你非要给它画成绿的，对不对？你是绿叶，你非要画成红叶，对不对？它完全翻过来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红花绿叶啊，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，这叫随类写彩啊。第五呢，就是经营位置，家人们，这几个非常重要的啊，家人们。啊，第五个就是经营位置，家人们打出来啊，打在公屏上。经营位置，好，那经营位置是什么呢？就是咱们的构图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构图，你这整体的一个布局，你怎么来安排你这个画面？怎么来安排这个画面，家人们？啊，这就是我们要经营好你的位置。你是这个泽字形构图呢，还是虚字形构图？是不是啊？你是什么样的构图法，对不对啊？你首先你要讲构图的啊，家人们，随类写物，经营位置，对，非常对啊啊，传模以写。啊，同学们，这就是六法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六法。那么你不懂传模以写，你学会了这种啊，你模仿不了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在其他地方，你就不会变化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只会生搬硬套啊，那是不行的啊，家人们。你学会了这个方法，你在你的这个里边，在你的绘画里边，你要给它变化，对不对？你要给它变化。你不要不动啊，家人们，你学会了一个，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举个例子。那么同学们，你学会了如何画个子啊，如何画个子，家人们看过来。那么我画一个个子，好，一个个子，好，两个叶片飞飞，家人们，两个叶片飞飞，漂亮不漂亮，家人们？我们画出一个漂亮的叶片。那么你下边呢，你再画，你就不会变化，家人们啊，你知道它个子是这个样子，三个叶片。那么你
在传模拟写的过程当中，你知道个字词是怎么组合的，那么你可以把它叶片往这边歪一歪，这个中间的你可以歪一歪，这个你可以不变也行，这一个呢也不变也行，你就把中间的这个给变一下，对不对？它依然是个字，家人们明白吗？啊，同学们，所以说我们去看一幅画好与不好，你合不合乎六法？合不合乎六法？那达到六法了，那你这幅画就是好画啊，同学们明白吗？啊，那么咱们还有六要和六常啊，还有这个三并12计，对不对，家人们啊？三并12计啊，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章法啊，所以家人们，咱们慢慢的以后慢慢的会给大家讲出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啊，感谢咱们所有家人们，咱们今天呢，哇，亲紧打出来啊，咱们所有家人们，感谢大家啊。好，咱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此结束了啊！感谢迪迪说今晚就要下课了，对，迪迪啊，非常对。好，咱们所有家人啊，对，到点了，好，家人们啊，休息了啊，休息了，感谢大家一路陪伴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咱们明天晚上再见啊，咱们再会，小助理家人们再见。